自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美军机曾分别于1999、2009、2011和2015年登陆过台，但其中基本都与天灾以及人道主义救援或机械故障有关。然而，从2021年起，美国官方就开始不断升级台海的紧张氛围，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领域步步逼近，挑战我们的底线。在11月9日的傍晚，这一次的美访台议员团队被《环球时报》曝光了出来，由4名美国参议员和2名众议员所带领的共13人的代表团，乘坐一架美海军的 C-40A 公务机从菲律宾出发，降落在了台北的松山空军基地。而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官方代表第2次访台。而且因为上次访台一事，我们对美进行了适当的制裁，所以这次还有美媒警告我们，称中国要是过度制裁访台议员的话，这或许会引发美国的反感。美媒的这番警告也让我们不由得产生了一丝疑惑，这是在教中国该怎么样做事吗？可这种事情，中国怎么可能会不做出有力的回应呢？要知道，这次带领团队的美参议员科尼才刚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吉姆联合提出了威慑法案，要求美国每年向台提供20亿军援。虽说科尼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保台，而是其背后有着相当强大的军火商利益集团。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在美国当参议员，有几个是没有跟军火集团是有利益勾连的，其他国会议员也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背景。在本质上，美国议员这帮人访台是带着任务来的，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继续推进对台军售。所以说这种事情我们不可能会坐视不理，美媒的警告说不定还会加重我们的反击力度。其实美台之所以勾连在一起，双方都是为了一个例子，美国国会参议院之所以访台，完全是为了自身以及背后集团的利益，而台当局则是想掌握制衡中国的诀窍，但是想要把握这一均衡的现状，就不得不牺牲自身利益，根本上就是拿岛上的民生利益换取美国的支持。要知道，美国在军售虽然有所谓的军援补助，可依然是要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除此之外，美军机访台更是将台海问题推到了火坑的边缘，引发地区冲突的危险，为此台当局必须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每次搞小动作的时候，台当局都试图甩锅美国。就比方这次，他们就说美议员访问台完全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安排，这个锅美国人当然也不会接，于是他们也辩解称美议员访台符合美国对台关系法的义务。由此也能够看出，美台之间也并非表面上的亲昵，双方其实也都心怀鬼胎。近期东欧局势非常不稳，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以及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形势都非常的严峻，随时可能爆发冲突。而就在这敏感的时刻，北约还在玩火，不断派出侦察机对俄进行挑衅。克里姆林宫已经失去了耐心。据环球时报报道，俄罗斯地面导弹部队的雷达在1天之内发现了4架美军侦察机逼近俄领空进行情报搜集的情况。据俄罗斯专家分析，北约这是在为演练进攻俄罗斯做准备，派遣多架侦察机对俄抵近侦察，其目的就是弄清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及防空系统的情报。俄罗斯副外长表示，莫斯科已经看透了北约的想法，并准备给出回应。1天内，同时4架侦察机逼近俄罗斯边境侦察，这是极其罕见的。据悉，其中3架出现在克里米亚附近，另1架出现在乌克兰边境。好在这些侦察机都被俄罗斯地面防空雷达全部发现并监控。同时，美国海军也并没有闲着，第6舰队几艘战舰日前已经离开格鲁吉亚的港口，前往黑海地区展开行动。据分析，这次美军第6舰队进入黑海，很可能与乌克兰在顿巴斯的行动有所关联。在东欧局势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黑海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与北约重点关注的区域。美军以及北约军队不断的在黑海进行活动，这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关注。特别是4架侦察机逼近俄领空以后，克里姆林宫明显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俄罗斯而言，目前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据西方媒体透露，今年美军部署在海外的突击队员有11%被派往了欧洲，这是除了非洲与中东之外最大的比例。并且北约从西西里岛出发的全球鹰无人机，以及从希腊基地起飞的 RC-135 侦察机，正在不断的对俄罗斯南部边境进行侦察。美军战略轰炸机也携带核弹在俄罗斯边境转悠了一圈。为什么美国和北约要大张旗鼓的在俄罗斯家门口大做文章呢？有分析人士指出，他们这是在为乌克兰撑腰。
乌克兰如果能彻底控制顿巴斯地区，对北约和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此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乌克兰，鼓励他们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大胆的行动。随着北约在黑海增兵以及大量的挑衅行动，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提高。但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究竟俄罗斯会用什么手段来反击咄咄逼人的北约？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近日，美军一架 C-130运输机成功在空中多次释放和回收了一架 X-61小妖精无人机。这项实验出自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的手笔。据了解，当时释放了2架小妖精无人机，并在空中完成了多项编组任务，但只成功回收到1架无人机，另一架坠毁了。虽然这次试验并不完美，但据公开信息查询，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次取得成功，也被外界称为空中航母的雏形。只要技术成熟，任何飞机都可能变身空中航母。外界分析，实验还处于基础阶段，要想在战场上发挥威力，恐怕还要等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无人机的发展，当下也都非常初级，军用版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更是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美国是发展无人机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技术方面依旧没有取得多少颠覆性的成果，反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表现得更亮眼。但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这次的实验，至少它实现了0到1的突破，证明了开发空中航母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实验中搜集到的非常基础的参数，美国也会视为绝对机密，不可能和任何国家分享。据了解，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在这个项目中沉淀了很多年，既然实现了0的突破，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实现基础应用。从空中母舰上释放无人机并不难，难的是在完成作战任务后可以成功回到母舰中来。无论是为了补给，还是单纯为了回收无人机资产，这项技术都非常重要。未来所有的战机都可能成为无人机的空中母舰。设想一个场景，在双方战斗机1对1空中格斗时，你突然释放出无人机群，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突然多出来若干数量的僚机和你一起战斗，本来是1对1的狗斗，立马变成了多对1的群殴。再设想一个场景，当你驾驶着空中航母到达战场的安全空域，无人机群脱离母舰，按照提前植入的参数或者临时指令，自动前往目标区域释放攻击波，然后再回到母舰补给，接受战斗任务，而敌人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里，或者根本打不着你。在对第6代战斗机进行定义时，有人提出可能是一款高超音速隐形无人机，同时也是一架空中航母。一架第6代战斗机可以释放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僚机，在完成攻击任务后，僚机回到母舰，然后一起返回基地。这些战争场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实现。既然这项技术如此重要，可能改变未来战场游戏规则，相信我们国家一定也会投入研发。我国已经在无人机技术方面挤进世界前列，在应用上必定也不会落后于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起为科技大牛们加油。最近，白俄罗斯和波兰、立陶宛边界的难民危机加剧，大量中东难民正通过白俄借道进入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欧盟成员国，转而前往德国等西欧国家。关于新一轮难民潮涌向欧洲，德国领导人接连2天给普京打了2次电话商讨。不过，普京踢皮球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白俄罗斯进行谈判。而欧盟和白俄罗斯的争端也愈加激烈，欧盟指责白俄策划难民危机，还威胁要对白俄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说实话，之所以导致新一轮难民潮，还是欧洲自己自作自受。当时派兵到中东制造混乱，让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大批民众无家可归，现在又关起门来不让别人讨口饭。现在这些难民只是想去那个欧美国家宣传的民主自由之地，有什么错？何况西方在难民问题上又变得不民主了，用催泪弹、直升机驱赶难民，甚至还以武力威胁。这些滞留的难民面临寒冬和食物短缺，被迫躲避抓捕等问题，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同时，欧盟还对白俄威胁制裁。近日有欧盟官员放风称，欧盟最早或将在下周批准对白俄展开制裁，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不是吃素的，直接警告，如果欧盟想要对白俄罗斯实施第5轮制裁，白俄将做出猛烈反击。我们保证了欧洲的供暖，他们却用关闭边境来威胁我们，那我们关闭天然气运输会怎样？建议立陶宛、波兰和其他没头脑的领导人开口前好好想想。随着冬天来临，天然气就是欧洲的命门，但像白俄这样直接威胁切断管道的国家几乎没有。
卢卡申科威胁切断的管道就是亚马尔欧洲管道，东起俄罗斯，途经白俄罗斯和波兰，最终通向德国。德国再向欧洲许多能源公司提供服务，而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大约有 20% 经过白俄罗斯，主要就是这条管道的运送。再加上欧洲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能源危机，天然气供应高度紧张，价格几乎接近历史最高点的情况下，白俄这个警告的效果可能加倍。天然气供应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再度引发市场剧烈波动，更不用说直接中断供应，可能迫使大批工厂关闭，以避免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巨大损失。一个白俄罗斯就在1周内接连2次掐住欧洲的命门，而白俄罗斯最近突然这么有底气，似乎和俄罗斯有关。因为前不久两国签署了一体化法令，虽然欧盟经济专员表态欧盟不会被白俄罗斯的威胁吓倒，但这次欧盟大概率会妥协。关于这点，美国早就摸透了，所以卡布尔撤退、潜艇事件后，欧洲不还是随美国拿捏？无论是美国还是白俄罗斯，都给我们提了个醒，这才是西方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的外交思维有时候确实要有所改变了。